曼姐我熟啊。哎呦，怎么说？真的，因为我每次都会唱林曼姐一首歌给我老婆听。啊，一个人生活吗？等一下，他唱给老婆听。你这个怎样？你这是有暗示的吗？这绝对明示跟暗示都已经有了，但是听的人很重要。啊，听不懂。听可以啦，不要往那个方向走就好。就是要他往那个方向走。什么？这一段太久了，你给我去做菜。静静的等天亮。出国人回来还是姐妹的，那就是真的姐妹。他受不了慢，受不了慢。 9点闹钟响了之后，他一起床也不先动作，他会先滑手机。你怎么记忆那么好？都没有喝汤啊。有，慢慢吃，慢慢我喝一点。对，不是，先生，你要喝汤啊？不然你不是还要有第二道菜？我还有第二道菜。就是我唱完，然后会有些人想拍照，然后他就有点紧张，所以他就好像没有办法把他那个相机的灯开不出来。突然呢，他不知道按到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那个荧幕上就冒出来一堆 A 片，那么刺激啊！去任何地方。我觉得现在市场最大的转变就是当歌手的门槛变很低。满马路上一个招牌砸下来，10个是歌手，你知道9个是 YouTuber。这件事情我真的有一点难过。从容向完美迈步前进。我在录音室里面关了1个小时，只为了碰撞到那个好听的高音。哦，所以我已经唱了多少次，只因为1个音。所以我也是为了唱《不遇人知的泪》这6个字唱了1个小时。哇，你这么清楚的。你想想看，那1个小时有多折磨？对啊，而且很挫折。因为你每次那制作人都跟你讲说很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再来一遍？是每一个制作人都会你。还好，他也跟你说很好，通常都是那种再来吧，这样子。不爱输的你最想拥抱那个自己。Music creeps into my dreams, wakes me into sweaty sheets, abandons me when nights died out. What can I do? 哎，达哥，你偷吃！哎你在干嘛？哥，坐。我今天紧张，所以我早点来。你紧张什么情形？你会紧张？今天呢，我们节目有2个姐来。 2个姐要来，你那么紧张？啊，你是妹啦，我是姐啦，所以我还是会紧张。所以我们今天，哎，你怎么好像有点情绪啊？我在看妹在哪里。哦，好，所以今天我们阵仗也不一样。真的吗？那你看，我特别请吉他老师，老师你好。怎么样？兄弟一场，我懂你的意思。老师来一首。哎，不要。老师来，给他讲，来一首死了不要，不要。死了不要闹。好了，不要开玩笑。不是你，不是我。今天2位姐她们歌声仿佛天籁，她们今天要用唱的方式进来，这么特别。来猜猜看吧，老师，前奏来。啊，有没有猜到啊？这要怎么猜？根音都出来了。根音是什么东西？根音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是根音？哎，差不多。老师，你直接让他进来好了。爱那么深，伤那么重，我不想，我不懂。天那么冷，心那么痛，我承受。到这边到这边听的我都重伤了，好不好？你下次要记得哦，你下次要听得出来。没有，刚刚那谁猜得出来啊？刚刚的确蛮难的啦，不过这个我跟你讲，一进歌就知道是什么。知道林曼姐我熟啊。哎呦，怎么说？真的，因为我每次都会唱林曼姐一首歌给我老婆听。啊，一个人生活吗？等一下，他唱给老婆听。你这个怎样？你这是有暗示的吗？这绝对明示跟暗示都已经有了，但是听的人很重要。听不懂。所以维持婚姻幸福的秘密是老婆太笨。对，也有可能是他太忙了，太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老婆必须常常。凡姐来到我们节目很开心，刚听到那么好听的歌，有没有听到一个 keyword？她有唱歌哎，带来这首。你有发过 EP 对不对？有发过2首歌，但然后现在又可以吃到你做的菜色。来，那一个人生活的，请喽。
这还没开始吧？这个根音，这个情绪，这个情绪，我当然知道啊。这个情绪，不是你们就音之差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我不懂。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刚已经错过一个进歌点了，还有这个脸。再来一个。好想好好爱你，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。从今以后，如果你能快乐，就别管我想你。这个都猜不出来，这个真的，这个也要唱给老婆听的，知不知道？啦。哎，没有，这首歌不要唱给老婆，哦，不要唱给老婆。他是失恋期间。对不起。是我老婆。所以结束之后，他都已经要唱一个人生活给老婆听。听可以啦，不要往那个方向走就好。就是要他往那个方向走。什么？啊，我们节目没有要走到那个没有那个。这一段太久了，你给我去做菜。谢谢 Fred。大家好。开心哇！今天两位在我的心目中真的都是被天使亲吻过的人。啊，谢谢。可是听说两位是很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呀，哎呦，这是因为当年在同一间公司吗？哎，没有哎，我们算是前后期耶。对，但是刚刚好在一个聚会上面碰到的。哦，但我想说，也不要那么拘束，嘿，一边吃一等一下，边聊。通常要先拍照啊。有明星把手机准备好。女明星，你们不是动感。哎，你们不懂吗？就是要先拍啊。我刚等一下 Fred 刚看到这个肉就已经觉得。等一下 Fred 的菜是为了你们量身定做，所以那个更要拍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三个也拍。三个还自拍是不是？当然把照片寄给我。这样才很真实啊！谁出去吃饭不拍照的？对啊，不然干嘛吃饭？太假了，太假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一边吃一边用。了解，当初在福茂的一个活动，那个是什么样子的活动？就是尾牙。尾牙，啊，你们怎么样子相遇的？听说是有人在上面表演。不是，我一进公司，其实我那天心情很不好哎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刚开始合约环节的时候是不？不是，是合约纠纷的初期。是。刚开始是。要走进低潮的初期，然后呢，他好很惨，有没有？怎么会突然出现？猪叫声，对，很惨呢。对啊，然后他刚进了新东家，所以他很嗨嘛。所以一个很开心的人，印象比较清楚，其实有一点模糊，我只记得说我去找他讲话，对，聊得蛮开心。然后他穿着一身凤飞飞的装扮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穿着凤飞飞的装扮？因为那天我的表演就是我要唱《好好爱我》。对。等一下，你们公司的尾牙艺人要上去表演？对呀，然后其实是跟他有关的，我带起的风潮。就是本身艺人要捐钱之外，还要带来一段。没有，以前我刚入行的时候，第一个尾牙在唱片公司，我想说我们是新人，其实也没赚多少钱。对啊。那要捐又捐一点点，感觉起来好像不够意思。对，然后我就问公司说，我可以上台表演吗？我想要捐给公司一场秀。是。然后我就把我那些乐手兄弟们找来，对，叫他们也赞助一下这个演出嘛。我们就做了一场复古的秀，然后我唱的全部都是所谓早年的夜上海的歌曲，340年代，对，夜上海啊，然后什么叉烧包啊。为什么我后来在2001年会发2张老歌翻唱专辑，也是因为这个 idea。对，然后那一天我虽然个人捐的钱很少，但是因为我那场秀，我翻唱了一首歌，叫做《我要你的爱》，我把它改成《我要你的钱》。哦呦，这个改得很好。对，我要你的钱，你为什么不捐出来？然后我就下去跟厂商要他们捐钱，抖内这样子。就拱。我那天拱了80几万。对，大家都不用再抽奖，每个人都有大概2到3万的。这个节目播出之后，尾牙场要开始爆炸。所以那个大家可以来找我去唱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线上表演哦。OK。对，私底下还在聊说，最近有那个线上尾牙，我觉得还蛮酷。线上尾牙很重要，帮所有的员工们争取福利。没有错。所以那次就是有那样子的表演之后进去的人。也都要照惯例。对，因为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的福茂尾牙，所以呢，我就是凤飞飞。然后后来隔年也是，就是有别的表演，我好像就唱了林忆莲吧。但是是在那
吃咯。一次的活动，哎，请。有好吃好吃。那次的活动之后，你们才相识的吗？对，但是有什么契机变成好朋友？我们就是那一天就交换了什么联络方式，那天就交换联络方式，后来有约，到现在都是。对呀，因为后来就约出来聊天、吃东西啊，都觉得还蛮谈得来的。是，你们有没有一起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？一起出国啊？对，我觉得出国已经哎，出国能回来还是姐妹的，那就是真的姐妹嘞。会因此就是有吵过架吗？你们出去玩，或者是这么多年了，也还好哎，因为口角，或者是你在吼他起床，哦不会，没有，他慢你就比他更慢，不过他受不了慢，受不了慢，他受不了慢。所以他会把你撵出来，是不是？我有试图想撵他，但没效。撵不出没有，来。基本上他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还没好，我自己心里会有压力。哦，是，很自然的，自然会有压力。很自然的。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要那么早起，但因为外面那个饭店有那种 housekeeping，他只要开始吸地板的时候，我就醒了。我就是有声音，我就不行。那我起来之后，我又怕吵到另外2个，因为比方说表定计划，我们可能9点才要起床，可是我8点就醒了，那我又怕吵到他们2个，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躲在浴室慢慢摸。有必要这样子吗？那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我可能该化的全妆也化好，衣服也都换好，反正没事。所以我一出来，他们起床，我已经全部都好，我只好坐在那边等，要不然我要干嘛呢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本来我可以更快的，只是因为他在厕所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站在厕所，一定是这样。他根本就没起床，是吗？没有，你在厕所太久，不然他9点闹钟响了之后，他一起床也不先动作，他会先滑手机。你怎么记忆那么好？因为有画面啊。这个就是有在记啊，就感觉起来慧姐比较控制感会强一点。我喜欢 on schedule 啦，对，他喜欢 on schedule， 而且他动作很快。那我可能喜欢摸一下，慢慢的起床。唱过动人名曲的2位抒情歌手，不知不觉已经出道20年了。他们跟音乐圈的关系时而甜蜜，时而疏离，就像爱情一样，走着走着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也许在你心里，梦是自己的，可是在我心里，梦是我们的。你说你要自由，我给你自由。你说你要安静，我安静的像宇宙。如果说这是爱，醒来好像梦一场。如果说这是爱，我情愿肩膀。如果说这是爱，静静的等天亮。看你露出微笑，像个小孩子。你不再彷徨，也不再祈祷。曾经觉得你是曾经那个你，曾经觉得自己比谁都了解爱。如果说这是爱，醒来好像梦一场。